迎着霜，你的跟紧我这片土壤，追着浪，我的夜飘过万里边疆，遥相望，岸的尽头是地久天长。当相遇又别离，当相依又远去，我不曾忘记。剪影刀光，划破斑驳的天空，夺下的梦，破碎在风中，长风破浪，看千帆横渡桑田沧海，戎装红着飞扬，逆过冰雪那凉，梦了又远一场，唯愿你在身旁，不负春光，就算天边相连，陪你天涯中间，看萤火落双肩，红尘无悔无憾。十七郎，我暗中追查下来，发现信王府并没有什么异样，特别是菜油、麻油、干柴、木炭等物，和往日的用量没有什么不同。而且我也查了历年历月信王府在油铺还有炭铺等处的账目，对着厨房还有柴房进行了清查，都没有什么不对。这要说没有助燃之物，怎么会烧成那样？这也太奇怪了。是啊，我也查了府中的仆役，查来查去也没有发现什么蛛丝马迹。十七郎，看婉娘给你带什么来了？奶娘，您怎么来了？你下次要来，派人来叫我一声，我过去便是。这几步路啊，我还走得动。婉娘特意去香积寺啊，求了一部住持大师亲手抄写的心经，据说供在往生人的牌位前，最是能积福消业、积攒功德。今日特意送来，让你供在刘娘娘灵前。谢谢。奶娘，我帮您插吧，您小心火烛烫到手。怎么了？刚刚我没留神，不小心将绣像烫了个洞，这可怎么办呀？这可真是我的罪过呀！没事，一个小孔洞而已，顾小姐不必自责。这可是刘娘娘的绣像，都怪我不谨慎。小姐，既然烫坏了一个小洞，把它补上不就行了？你那么心灵手巧，上次那柄白丸扇被我不小心弄脏了，你就在上面绣了一只蝴蝶，可精致可美了，一点都看不出来。殿下，就让我把绣像请下来，好好织补一番吧。十七郎啊，你快点把它摘下来，让婉娘在这织补了。那就麻烦顾小姐了。殿下何出此言？婉娘只是亡羊补牢罢了。殿下，韩将军，该喝药了。谢殿下。韩将军身上的伤好些了吗？好多了。其实，
自从救出殿下那一刻，我便觉得这些伤早就无碍了。我也没想到还能再见到韩将军。当时我被孙敬掳去的时候，我就想，死也要死得有气节，不能丢了我们李家子弟的脸面。没想到还能获救。那日救下太孙后，我们走投无路，幸得秦王手下寻到并告知孝妃娘娘，娘娘让我们在这里暂住些时日。京中形势复杂，崔家携兵权自重，威势一如之前的孙敬。陛下虽是太孙的叔父，但身边却也有小人。献王、齐王都是金上的亲生儿子，他们会如何看待殿下？还都暧昧未明。此处可还住得惯？私塾里每日进出的孩子多，咱们藏在这里啊，不会引人注意。这里很好，昨日听到读书声，觉得甚是心安。一直听说私塾，如今到了这里才知道，私塾原来是这样啊。殿下喜欢读书，这是好事。我想多读书，多学本事，这样母妃见到我的时候才会觉得欢喜。我比之前长高了，也要比之前多学一些学问。都怪我不谨慎，这种丝绸最是易燃，香头碰上去就烧坏一个洞，连里面的金线都烧断了。这种真金线一触上去，断了就缩成小小一颗，又不像丝线可以重新接起来，只能整根抽出来重新绣。怪不得你让我命人去拿这种金线，没想到小小的一捆，掂起来这么重。丝衣处取来的金线乃是上上好的金线，自然分量十足。说起来，先帝几年前曾下令，天下人尽穿绣金衣，诸人自然不敢违令，所以他们就把金箔贴在丝绸上，这些就不算绣金衣，而是贴金衣，也不算违令了。近几年来，京中很是流行呢。殿下，你刚说这种丝绸最是易燃。是呀。那若是很多很多丝绸放在一起，岂不是犹如油坊一般易燃？那是自然。我听说京中绸缎铺子的库房外都砌了高墙，以大缸囤水，就怕左邻右舍走水了，那可真就付之一炬，抢都抢不回来了。殿下，你怎么了？你刚还说京都里都穿贴金衣，都在丝绸上贴金。对啊，虽然只是薄薄一层金箔，但贴上去光滑灿烂，十分好看呢。真金线一碰到火就会缩小成一颗，那么真金箔同样是这个道理。殿下，你在想什么？没什么。顾小姐，我突然想起一桩要紧事，要与裴元说，先告辞了。
十七郎，从西王府后院挖出来的泥土，里面怎么会有小金珠呢？去查一查，信王府里近日有没有大量采办贴金绸缎？贴金绸缎？还有，信王那些亲信们，也都给我查一查，有没有同样采办贴金绸缎？好。公子，密探来报，校尉只带了一队人马，往西长京这边来了。他要进京？看着也不像，行得很慢，倒像是在等什么。他是在等李逆吗？他一片痴心，李逆怕是要辜负了。李逆这个人，真是迂腐。事到如今也不敢对阿莹说一句“我想娶你”。信王、齐王又是个什么东西，也敢肖像阿莹？公子，要不要出手教训一下他们？不必打草惊蛇。是。阿莹既然从洛阳出来，也是好事，起码脱离了崔家军的大队。否则，我们难以下手。已经派了人暗中跟着校尉，选一个好的时机，再偷偷布下迷阵，不能让崔颖轻易察觉。明白。全部都查清楚了，确实就是信王想害王妃。信王以才艺为由，命人将大量的贴金绸缎送入了王妃的厢房，纵火助燃。而且走水的那天晚上，也是他们故意耽搁救火。其中还有一人招供说，他们在王妃还有丫鬟仆役的食物中投下了迷药，所以那天晚上所有人都没有醒来，全部被活活的烧死灭口。李娟，李娟，他怎能如此狠毒？他怎能如此狠毒？大嫂跟了他这么多年，也算患难夫妻。现在虽然是人证、物证、口供都有了，就差迷药的出处还没有取到人证。这个信王确实是令人齿寒。但是十七郎，你真的打算在陛下面前告发他吗？等王妃去世后，只有大嫂关心我、呵护我。她死得如此冤屈，我一定要在陛下面前替她讨个公道。陛下万岁！万岁！万岁！平身。谢陛下。秦王呢？陛下，秦王说有要紧军务，一早就出城了，赶不及朝会，让臣给您告假。哼，成天军务的，就好像他一个人有事儿似的。陛下，崔乙上书愿将女儿嫁给皇子，臣以为此事宜早早定夺。这总不好去问崔乙，齐王跟秦王到底要把女儿嫁给哪一个？陛下，信王新官，信王也可以迎娶崔氏。卿说的有道理啊。陛下，信王妃刚刚允了不多时日，儿臣真的没有心思续弦。信王真是有情有义之人呐。有情有义之人，又怎会行谋害结发之妻、灭绝人伦之事呢？
先是给信王妃和伺候王妃的人下了迷药，又在王妃屋子里堆满了绸缎助燃，故意纵火，假装走水，活活烧死了信王妃和满院子的人。你血口喷人！林毅，你胡说什么呀？陛下，人证物证一应俱全，儿臣今日一早出城就是为了追查此事。运送绸缎入府的人和下迷药的信王亲信皆已被我捉拿，信王亲信数人的口供连同人证物证已经一起送往了大理寺。陛下，这血口喷人呐！儿臣没有，儿臣真的没有干过这些事情啊！父皇，请为我做主啊！那些人证都是你府中之人，不少是父皇指派，从小跟着你的人。俊儿啊！父皇，儿臣真的没有啊！你为什么要做出这种事来？为什么？儿臣是遭人陷害啊！父皇，你要为我做主啊！是王妃多么孝顺的一个孩子啊！儿臣是遭人陷害啊！父皇，你要为我做主！他能摆出那么多人来陷害你，其中还有那么多人都是你的心腹，你以为父皇傻呀？陛下，信王此行悖逆人伦，谋害结发妻子之事，请陛下严惩。请陛下严惩。把这个逆子拖下去，关在信王府里。不许出府门半步，让他日日夜夜为信王妃念经祈福，消除他做的业债。父皇，儿臣没有啊，儿臣没有，你要为儿臣做主，儿臣真的没有。父皇，儿臣没有啊，儿臣没有。你要为儿臣做主，父皇，儿臣真的没有。一日夫妻百日恩，我万万没有想到，大哥竟然能对嫂子下毒手。夫妻打架，兄弟争田产，在我们乡下也没少见过。谁知道在这京城，有人竟然会为了争权夺势，杀了自己的婆娘，也太不是东西了吧！嫂子刚嫁过来时，王府里就我最不受人待见。她知道我自幼丧母，一直对我很好。如此心地善良的一个人，大哥也能下得了手。来西上京之前，还想着这京都热闹，好多见见世面。谁知见了这么多事情，还不如不来。哎呀，现在好怀念劳南关那个破土堆啊！那个时候，咱们兄弟们整天苦哈哈的，也没什么钱，就连吃口那个白面饼子，大家都要争来抢去的，可日子过得快活呀。是啊，那个时候真心快活。石七郎，这京都人心叵测。你说过，将来咱们要回劳兰关，咱们什么时候回去啊？还有事情没了，待一一了之，咱们便回去，再也不用理会这京都中的勾心斗角了。走吧。也许过段时间，殿下就会明白，不是秦王想回到劳兰关做十七郎，就可以回到劳兰关做十七郎，
而是秦王殿下不能不做东宫太子。十七郎，桃子传信来，说崔小姐等着，乐娥园相见。阿英，你能直接上书嫁与我吗？十七郎，你还看不明白吗？我跟东宫之位，要么你都要，否则你一样都得不到的。你就不能相信我，不再逼我，给我一点时间吗？你又何必自欺欺人呢？那你为什么要来见我？是，一切是如你所料了，你还要怎么样呢？我不是来看你笑话的，我知道亲人做出这样的事情，你肯定很难过，所以我只是想来看看你。是啊，但是他结发妻子，他都能那样做。那是东宫，是储君之位，所以权力会让人丧心病狂的。所以我才不要那个位子。自幼我就知道那是个牢笼，难道你要让我们的孩子将来也生在这牢笼之中吗？是，权力会让人丧心病狂，你也会这么说。正因为如此，你还要让我们的孩子将来因为这个位子争得自相残杀吗？但你是天子的儿子，你是收复两京的秦王，你还是名动天下的镇西军统帅，你以为此时此刻你不在牢笼中吗？我不惜以自己为饵，难道你就看不清楚吗？我不想再跟你吵架了。如果忘了流年萤火，等回忆碎了沉默，落在你心上的斑驳，那牵扯使我难舍。如果思念不曾遗落，却念着回到最初一刻。难道你还看不明白吗？我跟东宫之位，要么你都要，否则你一样也得不到的。你就不能相信我，不再逼我，给我一点时间吗？颠覆了因果，我会为你爱着，心愿为了你割舍，一直等着你回应我。这儿，哎呦，二位客官，来点糖饼。啊，我要吃，哎，要2个这个，再要2个这个吧。哎，好好好。耳朵，你说这次小姐为什么要独自去见秦王，不让我跟着呢？她是不是有什么事情瞒着我呀？不会吧，你们家校尉对你那么好，他不会有事情瞒你的。那是不用说的，小姐对我再是极好的，那她为什么不让我跟着呢？那会不会是因为他
他就是想一个人去见石七郎。就像我也就想一个人跟你待在一块儿。如果你们家校尉和石七郎都在的话，那我们说话岂不是很不自在？或许他也是这么想的呢。你什么时候说起话来嘴这么甜了？我没有嘴甜，我就是实话实说而已。桃子，我有个问题想问你。你问吧。上一次我在乐游园问你的问题，你还没回答我呢。你到底愿不愿意？傻子，我要是不愿意的话，还能坐在这儿跟你一起吃点心吗？也是，也是。吃吧，好吃吧？阿莹，你醒了。是你。我已经找人给你换了干净的衣服。阿莹，是我将你带到这个地方来的。你放心，这个地方山清水秀，就如同世外桃源一般。我们两个人一起生活在这里，不问世事，逍遥快活，也不会再有人过来打扰我们两个。岂不妙哉？你给我下了什么药？阿莹，你可千万不能动气，这样对你身子不好。你现在这个样子就很好，只要你乖乖听话，我一定不会伤害你，也不会去伤害你的父亲。你这个与杰叔勾结的狗贼，还想伤害我父亲，我跟你不共戴天！你看你，好好说话，怎么又生气了呢？阿莹，你一会儿想吃什么？我让人做了好些你爱吃的菜。过一会儿，我们一起吃饭，好不好？你给我滚开！阿莹，从今往后，每一天，我们都一起吃饭。
我会时时刻刻陪着你，好吗？你会答应我的，对吧？亲王，我们家小姐不见了。那天你说她回去了以后，我就一路找寻，生怕走岔了，直到赶回洛阳，我都没有找到她。大将军很着急，派出人马到处找寻，也没有找到，我才抱着万一的希望来找你的。你说她现在能去哪儿啊？桃子，你平时怎么找到你家小姐的？我们家小姐从小就用同样的香料，我只要用特殊的引子就能找到她。可是这一次，无论如何我都没有办法。这么说，劫走她的人必然熟知这些细节，才能提前做准备，不让你发现。那这个人会是柳成风。洛阳与乐游原之间，地势广阔，有无数的城廊林木，想要将一个人藏起来，并不是难事。如果真的是柳成风劫走崔小姐的话，那就糟糕了。他8成不敢久留，应该是带着崔小姐远走高飞了。人一定不会被藏得太远。为什么？因为阿莹太过聪明了。如果掳走她之后，还要带着她走很远的路，一路上要毫无破绽，太过不容易。柳成风对阿莹执念很深，以他的心机，肯定提早在洛阳附近布置好了安身之处。可这舆图上，洛阳之外的地方是这么大，这要找到他，得花多长时间啊？北边，只有北边。柳成风既与接硕勾结，那么就一定会选一个接硕游骑可以支援的地方，那么就只有北边。北边地广人稀，林木茂密，更重要的是，再往北一些，就是接硕可以支援的草原。那如果只是这一块地方的话，范围大大缩小，找他就容易多了。事不宜迟，我们即刻出发。现在没有朝中军令，我无法调兵。常儿、老包，咱们乔装先行。是。阿元，你带些人马去猎场，然后追上来与我们会合。若有人问起，就说我们出城围猎。我现在就去办。怎么样？这两边的山都搜过了，没什么异样。崇山峻岭，人烟稀少，不好找。石七郎，俺倒有个法子。什么？原来俺们兄弟占山为王的时候，也担心官兵追查俺们的行踪，所以平时行事也是尽力遮掩。但有一件事是无论如何都遮掩不了的，那就是人活着一定得吃盐，而贩盐的人是怎么都不会走到这大山深处的。柳成风要挟持崔林，那他手下人一定不少。这穷乡僻壤、附近乡县，卖的盐都是有定数，一般乡民们根本吃不起盐，他们每次换盐只会换一点，根本不会多换。我们分头查访附近的乡县，看看卖盐的地方有没有外人来买盐，而且数量还不少的，就可以追查下去。哎，行。来，先把药喝了吧。你放心，这不是毒药。不是毒药，是会让我全身无力、便于软禁我的药，对吗？阿莹，我是真的为了你好。别跟我假惺惺地说这些。你但凡顾及我半分感受，就不会跟接硕人勾结，更不会想要暗害阿爹。我也是逼不得已。如果你早早的嫁给我，我自然不会和接硕人有任何瓜葛，我也自然会好好孝顺阿爹。不过没关系，只要你现在跟我在一起，我便心满意足了。不论你怎么打我、骂我，我都甘之如饴。如果你不肯喝，那我喂你。老三这次立了大功啊！没想到到县城一问，根本没有外地人来买盐，但是隔着几十里的浣山县，前阵子被人买走了不少的盐，所以县上的盐都是被借到浣山县去卖了。
哪儿当的二哥这么夸我？都是运气，运气。你看这换上线的盐又不见得就是刘晨风买的，这怎么就说自己运气好？这不是没查的吗？万一是呢？万一不是呢？是呢？不是，我说不是，二哥，不是。听石七郎的。我们继续分头行动，搜寻各个山头，方圆左右不过100里。我们每个人多带一些人马。老鲍，居中联络。好，出发。好。是。公子，附近相见似有陌生人，还在外头的烧炭，还看到了马蹄印。李逆这个杀才，鼻子比狗还灵，现在反倒自己送上门来了。正好，我就把他和他的狗腿子一网打尽，然后在阿莹面前杀了。现在怎么办？先不要惊动，你去发信号，我进去探一探。好。阿莹，你在看什么？看得如此入神。你快看看，我给你带什么过来了？我知道，上一次在常州，咱们的喜事被搅了局。我知道你也很难过，所以这一次，我就精心挑选了这么多喜服。你挑一件你喜欢的，咱们欢欢喜喜，拜堂成亲。刘成风，你知不知道你自己在做什么？我在准备和你拜堂成亲呢。你心里明明知道，我永远都不会嫁给你的。你我从小一起长大，我把你当作亲生兄长一般，在我心里，你就是我的哥哥。够了！你不要再拿这种话来搪塞我。你父亲从未把我当成亲生儿子，我也根本就不是你的哥哥，都是因为李逆。如果没有李逆的话，你早就嫁给我了，你也绝不会说出如此冷酷无情的话。有没有李逆，我都不会喜欢你的。父亲曾经不止一次地问我，想不想嫁给你。他觉得你我从小一起长大，你处处照顾我。阿爹在想，如果有一天他离开了这个人世间，留着我一个人会不会孤独？如果有你来照顾我，他或许可以放心。但是我告诉阿爹，我是不会嫁给你的，或者说那个时候，我也没有打算嫁给任何人。可是你却向皇帝上书，要从3个皇子当中选一个嫁。你骗我，你根本就不是不想嫁人，只是根本就不想嫁给我。我没有必要骗你。有一度我确实不想嫁人。世间女子如此苦，来这世上走一遭，如果没有人懂我知我，我为什么非要嫁人？我自己一个人快乐自由地活着，难道不好吗？我难道不懂你，不知你吗？你从前对我很尊重，
也对我很好，但是那不是懂我，也不是知我。在遇到李逆之前，我觉得自己一个人挺好的，但是遇到李逆之后，我只想跟他在一起。阿莹，我喜欢你都喜欢成那样了，你为什么说这些话来伤害我？是不是因为我跟接顺人结交，所以你才特别生气，才特别恨我？我只是想要活下去。如果我死了，你会记得我吗？你不会，你会马上把我给忘了，你会把我抛出脑后，你会嫁给李逆，让我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。你会永远忘了我的，你会永远忘了我的。所以我不能死，我不能死，我不能让你嫁给李逆，所以我才去找了接说人。公子，这也许是我最后一次再叫你公子了。因为从前那个爱护我、让我尊敬的兄长，他已经死了。他死了，他死在那条河里了。你当然有权利选择继续活下去，但你为了活着去找接说人，你不能说是为了我去找他们。说来说去，如今这一切，变成我自己一个人的错了。阿莹，你好狠的心！我为你做了这么多，现在反倒是我咎由自取。你的眼里，除了李逆，没有任何人。不过没关系，阿莹。不论你怎么说，这辈子你都别想再见到李逆了。我不会让他把你从我身边抢走，你一定会是我的妻子。你做梦！我是绝对不会嫁给你的。不止李逆，还有我阿爹他们都会来救我的，你是逃不掉的。崔家军有无数重骑，你也曾经亲眼目睹过。崔家军的重骑是如何冲锋的，我阿爹会亲自纵着马过来，打碎你的骨头。石七郎，老包那边准备好了，就等上钩了。做好准备。是。公子，有骑来报，100余里外有重骑行军的痕迹，大将军应该是带着重骑逼近了。若是大将军带着重骑到了，我们在别院的这些布置就形同虚设，而且那些重骑连马都着甲，我们的机关对他们毫无用处。最迟明日午时他们就到了。公子，你先带人翻越山岭的小路，先退回接硕之地吧。我守在这里，就假装您和校尉仍在别院之处，我拖住大将军。如果忘了流年萤火，等回忆碎了沉默，若在你心上的斑驳，那牵扯是我难舍。如果思念不曾遗落，眷念着回到最初一
宿命曾有过的温热，多想为你留着。如果爱记得我们曾承诺过，从此爱上我也要为你活着，沿着记忆的轮廓，等待是我的执着。如果爱记得为你守的承诺，颠覆了因果，我会为你爱着，心愿为了你歌声，一直等着你回应我。如果爱记得为你守的承诺，颠覆了因果，我会为你爱着，心愿为了你割舍，一直等着你回应我。